老爸，为什么你在去年年底美股在破新高的时候可以预测到未来会有一个回调呢？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看美股的啊。那就算你对美股没有兴趣，我也会借着今天的视频分享几个分析股票的技巧。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过去30年的投资经验和心得。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我的视频了。那回到了去年的11月和12月的时候，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经是公开的表示，我看美股要调整了。当时候大家如果记得的话，美股是不断的创新高，还有很多的股民都说我们要去炒美股啦，不再看港股了，不再看其他的股票了，都是一下子蜂拥的跑到了美股里面。当时我看淡美股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看到当时的美国的通胀已经在失控，不停的创新高。在这个情况下，我预计美联储很快就会启动加息和缩表的程序。再加上因为有很多的散户参与，他们用的钱都是因为量化宽松大量的增加了货币之后，市场的资金泛滥来炒高了很多的股票啊，所以当时呢，美股已经是非常高了。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美股很快就会有一个调整了。那 fast forward 几个月，真的美股在我说完之后，12月中就开始调整，到现在已经是调整了大约有15%左右。那现在美股有出现3个白武士这个技术指标的信号，那你觉得未来的美股会不会继续涨呢？最近美股出现了3个白武士，那解释一下什么叫3个白武士啊？就是3个阴阳烛里面的大阳烛，空心大阳烛，连续3天的出现，那个在技术分析里面叫3个白武士，代表着短期的股票上升的 momentum 动量非常的足啊，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那很多人来问了啊，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信号，是不是代表这次的美股调整已经结束了呢？现在可以捞底美股，以后的美股可以重拾升轨呢？我个人觉得呢，这次反而是一个逃生门。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美股这几天为什么会反弹啊？其实美联储在上星期三是正式公布了加息啊，那为什么加息反而是利好股票，让股票反弹？不是加息应该是叫股票跌的吧？其实加息是不利股市的，但是因为加息这件事情已经是预料之中，所以投资者已经偷步，在加息之前已经是沽售了股票。另外一点呢，投资者是不喜欢不明朗的事情，所以在美联储正式的加息之前，市场有个不明朗，就是这次的加息会不会是50点子呢，还是25点子呢？结果美联储最终只是加了25点子，不是50点子啊。所以第一个，这是在市场恐惧的50点子之下。第二个，没有了这个不明朗的因素之后，投资者松一口气，又把资金回到了美国市场。还有一点发生了，是在星期五的时候，俄罗斯意外的继续还掉了他们的美元国债的到期的利息支付和到期的款，所以俄罗斯没有债务违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使到股票市场上涨了。但是 going forward 往前看的话，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技术的反弹，因为之前是太多不明朗的因素，太多的沽售太多悲观的情绪，使到这一次有2个比较好的消息之后，很多人以前沽空的空仓要来一个平仓，所以这个时候股票市场是往上涨了一下。但是我们如果看长远一点的话，事情还是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要考虑到以下几点。第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
使到石油啦、贵金属啦，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粮食啦，或者是一些生产的成本啦，这些材料的价格呢是大幅度的上升了啊，这个是加大了美国的通胀的压力。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孳息开始倒挂，也就是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开始减慢放缓，甚至有经济衰退的出现。经济衰退加上通胀就是滞胀 stagflation。 在我上一次的视频里面解释过， stagflation 是不利股票市场的。我估计很快的，美国下一次的通胀数据出来的话，一定会更加的高，使到市场预测美联储会有更大规模的加息和缩表。我们之前讲过，这一次美国的大牛市经历了非常长时间和非常大的幅度的增幅，背后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好，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大量的资金2020年之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生的大量的货币供应，使到这些资金跑进了资产市场，使到这些资产的价格非常的高。所以现在美联储开始加息和缩表，这个市场就会没有了新增加的资金的这些供应。相反呢，这些资金减少的话，对这些资产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下调的压力。那另外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虽然俄罗斯上个星期五是还掉了它在境外的美元债，但是现在欧美是制裁俄罗斯，包括冻结了它在海外的资产，所以俄罗斯这次有能力有诚信还掉了债，不等于下一次它还有能力啊。就算它很有诚信的想还债，但是美元用完了，海外的资金用完了，还不起债了，怎么办？如果俄罗斯还不起债，产生了一个国家的违约这会对股票市场带来很大的震荡。上一次一个小国家冰岛，还有另外一个小国家希腊出现了违约，产生了欧债危机。在2012年的时候，股票市场或者其他的市场里面有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震荡。如果这一次是俄罗斯债务违约的话，可能会对整个国际市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既然你不看好美股的话，你会不会建议我去买这个看跌的期权，或者是沽空美股呢？那大家呢，千万不要去买一些超越自己认知范围或者能力范围的投资工具其中沽空啦、买期权啦这些都是非常有杠杆在后面，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不是看得非常准的话，千万不要那样做我提出对美国后市的看法是希望大家做好万一美股继续调整的风险管理，并不是说它一定会跌，这个世界上没有100%会发生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个概率，都是一个 probability 所以我们做好涨的话不错我们有股票在里面，跌的话那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做好风险管理其实有好几个因素可能会让美国的股市继续往上的包括如果通胀受控了，如果美联储不再缩表或者不再加息了，或者是减少它的加息和缩表的规模了，又或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很快的达成和平的协议，欧美对俄罗斯放宽了，甚至取消了制裁，这些都会使到美股再次上涨的所以未来是充满了不同的可能性，大家千万不要借钱或者做一些超越自己认知范围的投资或者投机还是那一句，要投资先求知，学好了风险管理，小心驶得万年船，让时间做我们的朋友，复式的回报，使得我们的投资会有非常丰盛的回报。那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价值，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最好的是分享出去，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们下次再见。